为什么说坚持和倡导个人主义的王小波是我们这个民族中世所罕见的一个大写的人？讨好型人格形成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破碎型人格常会做出匪夷所思的犯罪行为？今天我们继续读《巨婴国》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读到的是王小波，一个真正特立独行的人，讨好与人间失格，破碎人格者的凌乱罪行这3个专题。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王小波，一个真正特立独行的人。国内的作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是王小波，另一个就是刘晓峰。刘晓峰现在有点奇怪，令人失望，但不能否认，他的确改变塑造了我的思想，拓宽了我的视野。王小波文字汪洋恣肆，而且很美，他的杂文和小说超一流，而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个人主义者。他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个人主义者是什么样子的，可以享受性爱，享受智慧，享受有趣。他的那篇文章《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是一则非常棒的寓言，也正如这则寓言，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有一次，到了他的忌日，本来很想好好写点东西，怀念一下这个世所罕见的奇男子，却发现写不成文，只写了一些碎片。第一次听说王小波这个名字，是1997年的秋天，当时我上研一，一次和一个哥们儿聊天，聊了很久之后，他突然问我：“你常读王小波的书吗？”王小波是谁？我不知道他，更没有读过他的书。我回答说。他解释说，你的一些观点和王小波很像，于是他以为我常读他的书。他还说，这个人今年刚去世，很年轻，好可惜。好像是就在当晚，我就去了书店，后来又去了一次书店，分2次买了他的时代3部曲和2本杂文。此后，王小波的粉丝里又多了一个我。我读了他的3部小说以后，才开始读他的杂文。他的杂文读起来很痛快，但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他的小说多一点，尤其是《黄金时代》，不是集子，只是关于陈清扬的那个中篇。王小波说，这个中篇他写了几十遍，好像是为了对得起他的努力似的。这篇小说我也读了几十遍。现在我家里只剩下王小波的一本杂文《沉默的大多数》，就放在卫生间的马桶旁。能放在这个位置的，大多是我非常喜欢的书，越喜欢就放得越久。而这本书放在这个位置都1个多月了吧。如果用2个字来概括王小波，我找到的2个字就是单纯。王小波的小说和杂文就是来破除复杂，还原单纯的。他说过，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明白1+1等于2。但我们的文化就非得和一些最基本的道理较劲，结果把我们都搞糊涂了。比如他说，智慧、有趣和性爱是最美好的3件事。然而，我们弄出了许多不单纯的道理，结果我们的社会成了反智慧、反有趣和反性爱的了。我想，我们就像生活在一个巨大的蜘蛛网里，构成这个网的就是我们社会所信奉的那一套糟糕的道德和伦理，比如3纲5常，比如利他主义，比如集体主义等等。关于利他，王小波说，他一开始是信奉的，但后来有一天忽然想到，如果你为我活着，我为你活着，那大家岂不是太累了？由此，他回到了利己之上。关于集体主义，王小波在多篇文章中讲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案例。洪水来了，一个青年去抢救集体的一根电线杆，结果被淹死了。于是大辩论开始，人们争论青年这样做值不值得。最后上头说，别说是电线杆，就是集体的一根稻草都值得这样去抢救。不利他，不集体主义，那么怎么办？就要回到真正的个人主义上来，就是不再把精力集中到观察别人道德或不道德上，而是集中在个人的智慧、乐趣和性爱上。不过，最好的个人主义的表述是俄国文豪托斯托耶夫斯基，他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哥哥问弟弟，如果杀死一个小女孩，整个世界就可以得救。
那么可不可以这样做？弟弟犹豫了一小会儿，声音很小但坚定地说：不可以。自我中心并不是个人主义的核心。实际上，个人主义的核心是托斯托耶夫斯基这个表述的含义，不能以集体的名义去侵害任何一个个体。王小波的作品够单纯，但在我看来，他更单纯的地方集中显现在他的爱情上。王小波不是帅哥，其实气质不帅，简直是有点丑。但是我们知道，男人的相貌不重要，一个有点丑的大才子找一个美女做老婆，似乎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定律。我自己掌握的材料有限，就我所知道的大才子中，似乎只有诸葛亮和王小波没有选美女做老婆。众所周知，王小波的老婆是李银河，我见过她一次。以我凡俗的眼光来看，她的确不好看，但王小波对她一见钟情。那个故事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吧？在报社实习的时候，王小波第一次见到李银河，两人聊了很久。突然王小波问李银河：你有男朋友吗？没有，李银河如实相告。那你看我怎么样？王小波单刀直入，就这样俘获了李银河的心。能只看情偶的心性，而不在乎情偶的相貌，我觉得这只有一颗最单纯的心灵才能做得到。相比之下，李银河就不够单纯。他说他怀疑过两个不美的人的爱情会是很美的吗？我想或许王小波根本就不会想这个不单纯的问题。我读过并摘抄过王小波给李银河的情书，觉得那是最好的文字，甚至比王小波最引以为傲的小说还要好，因为那文字里透露的心性太单纯了。上学的时候，我几乎背诵过鲁迅的所有作品，也喜欢备至，但见了王小波的文字后，我更喜欢王小波的文字，并且因此开始慢慢不怎么喜欢鲁迅的文章，因为太苦大仇深。他在用无比锋利的手术刀解剖中国人时，割伤了别人，也割伤了自己。他崇拜尼采，也因此忽视了对普通人物的温暖报慰。王小波手里也有一把手术刀，但他是一边忧伤一边微笑着解剖中国人的心性的。别人和他一样，一边忧伤一边微笑着或大笑着，明白了很多。有时我甚至想，或许王小波是自秦统一后我们这个民族中罕见的一个大写的人。我想，因为利他主义，因为集体主义，我们民族的著名文人都远远做不到为自己而活。比如李白，他的诗看似豪放，却总透露着郁郁不得志的情绪。再比如屈原，他投水的那一刻，是否看到了他仅仅作为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是不是透过国家和民族的大义，参悟到了仅仅作为人的美，以及大自然和宇宙的美？这是我们民族的知识分子的通病。我们常常激昂而悲愤地活给民族，活给国家，活给父母，活给帝王。但是当背负上这些强加给我们肉身的额外重量之后，我们就远离了仅仅作为一个人的价值。王小波不同，他一方面犀利地剖析着我们文化中种种病态的东西，另一方面他帮助我们清晰地看到仅仅作为一个人就有多美。因为我们可以享受智慧，享受乐趣，享受性爱。王小波给了我们一个更小的立足点，但假如你能站在这个立足点上，会更加踏实，更加坚定，更能触及生命的本质，也能更好地触及这个世界。讨好与人间失格。咨询中碰到许多人说，我每时每刻都在捕捉重要亲人甚至所有人的感受，然后自动迎合对方，讨其高兴，以求对方给自己一个认可。只要有认可就无憾，但同时他们自己的生命逐渐淹没在空虚感中。之所以空虚，是因为灵魂一直没有得到滋养，从自己感觉出发而做的选择，不管多么琐碎，都是对灵魂的滋养。以前认为这是文化的问题，是集体主义与儒家文化对个人生命的绞杀所导致的。在做咨询之后，越来越深地明白，讨好习惯的根源是我们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浓浓的被抛弃感。集体主义与儒家文化或许只是这种集体无意识之树上所结的果子。浓烈的被抛弃感产生的源头，首先是糟糕的母婴关系。希望大家明白，我这样写绝不是想让妈妈们承担一切责任。没有被母爱点亮的孩子，不敢再求感觉上的链接或情感上的亲密，
转成了求形式上的认可。一位来访者，生命的底色是对母亲的怕，他的母亲并不严厉，他如果做错什么，妈妈不会惩罚他。然而他就是怕，他将母亲的每一句话当作圣旨一样，如果有意无意地违背了，就会觉得大祸临头。觉知这一切，他明白，他怕的是被妈妈抛弃，就好像是违背妈妈任何一句话，妈妈都会不要他。沉到这种怕里，他有了一个意象，一个小球在追一个大球，小球绝对不能停下来，不断地围绕着大球转，必须打起12分的精神，因为担心稍微不留神，大球就不见了。小球是他，大球是妈妈。表面的真相是，妈妈不会抛弃他，并且根本离不开他，但感受上的真相是，他就是有可怕的被抛弃感，时刻都要围绕着妈妈转，将妈妈随时可破裂的衣角抓住。这种意象体现在他人生中的每一个角落。大学宿舍6个人，他一定是最后一个入睡的，因为必须所有人都酣然入睡后，他才能放松下来。只要有一个人没睡着，这个人就是大球，稍不留神就会离他而去。因为这种紧张，中学时他知道同一年级每个人的性格，而讽刺的是，他又超级宅，讨好每个人太累了，所以宅。他那严重的被抛弃感，事实上似乎不成立。妈妈一直在他身边，但妈妈没有心，他觉得妈妈像机器人，感觉全关闭了，一切话都是从头脑中说出来的，感受层面的链接无从建立，只能寻求语言层面的链接。所以他拼命捕捉妈妈的话语，将妈妈的每一句话当作圣旨，是为了在语言层面上与妈妈保持链接。一旦违背了妈妈的话语，这个链接就断了，就觉得被抛弃了。本以为这是一个有些极端的故事，但发了微博后，发现有这种心理的朋友还是挺多的。这位来访者的被抛弃感，我想在神州大地的每一个村落，每一个城市的角落都可以看到。要么是被真正的抛弃，比如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而城市里的孩子在普遍由老人带；要么身边是缺乏感受，语言基本都是从头脑发出的父母。僵尸首先在家里生产，而权力体系在批量打造。人间失格是日本小说家太宰治直刺人心的准自传，描绘这种心理说，我想到一个办法，就是用滑稽的言行讨好别人，那是我对人类最后的求爱。我靠滑稽这条细线维系着与人类的联系。表面上我总是笑脸迎人，可心里头却是拼死拼活，在凶多吉少、千钧一发的高难度下，汗流浃背地为人类提供最周详的服务。而且无论我被家人怎样责怪，也从不还嘴，哪怕只是戏言，于我也如晴天霹雳，令我为之疯狂，哪里还谈得上还嘴？只要被人批评，我就觉得对方说的一点都没错，是我自己想法有误。因此我总是安然地接受外界的攻击，内心却承受着疯狂的恐惧。太宰治说的疯狂的恐惧，就是对被抛弃的恐惧。这种恐惧压倒一切，他为了避免这种恐惧，可以付出一切。讨好算什么？滑稽又算什么？只要不被抛弃，做个僵尸也可以。在日本电影《松子被嫌弃的一生》中，松子的作家男友装火车自杀前留遗言，生而为人，对不起，是太宰治真实的自杀留言。他的小说名《人间失格》也经典地反映了有严重被抛弃创伤的人的感受。如果婴幼儿时没有被看见，感觉都没有在人间存在的资格。有这种感觉做底子，那么随便抓住任何一根救命稻草，也就是那些偶尔能与别人建立哪怕再松散链接的方式，都会极度执着。松子一直试图让爸爸看见自己，却永远受挫，直到有一天，他靠做鬼脸赢得了爸爸的一个笑容。从此他一生中做了无数次鬼脸，每一次都是为了讨好别人。可是这个可怕而滑稽的鬼脸只能讨好父亲，却会吓着其他所有人。最终他觉得自己人间失格。说到资格，我没有资格看到雷锋的真实存在，但如果从表面看，也很符合心理学道理。一个孤儿当做好人时能得到关注，甚至是最高领袖的关注，那他自然对此超级执着。中国式的图景，比如文化大革命、传销、成功学等等，都有这样的一个底色存在。无数有严重被抛弃创伤的人，
拼命想去抓住一点什么，以此来形成一种存在感。但同时，只要一旦孤独，一旦安静，就会感觉到要命的空虚。希望我们能改变这一个途径。从理论上，最有效的办法是构建一个良好的母婴关系，但真实的解决方案是每个人自己的觉醒。你意识到了，你先觉醒，而不是你觉得别人的问题太大了，然后逼着别人觉醒。尤其不要因为意识到妈妈对婴儿的致命影响，就指责妈妈要为婴儿的一切问题负责。相反，真正需要做的是爱护他，给他宽松有爱的环境。妈妈有了爱，就可以更好地传递爱。所以切记一点，自己的觉醒就够难了，逼别人觉醒则更难，并且你觉醒了，会带来整个家庭的转变。破碎人格者的凌乱罪行，健全的人格能发起有组织的行为，一些破碎的人格发起的则多是凌乱的行为。为丈夫烈焰并杀死善良女护士的谭贝贝，可能就是如此。谭贝贝的新闻曝光后，我第一时间很震惊。虽然听了无数可怕的故事，虽然从理论上能推导，但每次听到类似的事件时，我还是很容易震惊。震惊好，证明我虽然听了这么多残酷的故事，心还没有变僵硬，总保持着柔软。所以我也试着用心去体会谭贝贝的残酷与愚蠢的行为到底是由什么样的心理驱使着。直到一名来访者对我说，他理解谭贝贝，这份感性而非理论推导的答案才浮现出来。他的故事和谭贝贝的故事有些类似，也是与丈夫恋爱时她有出轨的行为。结婚后被丈夫知道之后，她愧疚得不得了，并对丈夫说，你也可以出轨作为对我的报复。只是她没有像谭贝贝那样，竟然还替丈夫去猎艳并杀戮，而且像谭贝贝那样是利用了她的孕妇身份骗取了受害者的信任。我问这位来访者，你为何那么做？他说，他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回顾起来就是内心太缺爱了。如果有人向他表达好感，他就会迷上这份关系，欲罢不能，于是很快就发展到性行为。这种说法我在我的另一位男性朋友身上也见到过。当时他有一份非常满意的恋爱，觉得与女友的感情深到了血肉里，不可分割。然而当另一位女孩对他表达爱慕时，那种感觉他太需要了，所以虽然预料到一旦曝光，女友会极度受伤，并且铁定会和他分手，但是他还是飞蛾扑火，一头扎到了三角恋的泥潭中。果不其然，女友知道后震惊、愤怒，虽然极其痛苦，但还是坚决与他分手了。之后他感觉失去了整个世界，与另一位女孩的关系也变得索然无趣，走向了分手。前面那位来访者和我这位朋友都是童年极其孤独的，他们与妈妈相处的时间很少，而且质量也相当差。我这位朋友虽然从4、5岁起就常常离家，晚上睡在野地里，而他的家人竟然也听任他这么做。如此长大的孩子太少亲密，太多匮乏，并体验过可怕的孤独，所以别人的示爱对他们有致命的吸引力，而关系中的疏远与结束对他们又有致命的打击。所以他们就好像是在拿一生的能量去寻找爱，去避免关系的结束。所谓的正常人也是将爱当作第一重要的事情，但正常人在恋爱中能发起有组织的行为，也就是他们不会只看到眼前的一步乃至几步的局部，而是会看到一个整体。相反，我这位来访者和这位朋友，他们追逐爱时就像恶鬼，只要眼前有一点肉就会扑上去，而不管那背后还有什么。同样，当他们看到关系中的拒绝时，也会立即将这份拒绝视为全部，而会想着尽一切可能避免，并为此付出一切代价。或许谭贝贝有同样的内心，他内心极度匮乏爱，于是当有人关注他时，他就出轨了。丈夫指责他时，他就内疚了，内疚了他就想补偿，补偿时他不管后果，他永远都是在解决当下的那个难题，哪怕以吞下毒药的方式。一名叫杨明的软件工程师可能也是如此，他要买房子，还差17万元首付，于是在北京抢了银行。他的人生很凌乱，与谭贝贝一样，他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我那位来访者和那位朋友一样，也都受过高等教育，托高等教育的福，
杨明找了份不错的工作，但一受挫就辞职了。几次辞职之后，沦为无业人员。后来别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女孩，条件很好，他很喜欢，于是骗女孩说自己在工作，以此维持恋爱关系，甚至和女孩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想必那女孩也是一个对情感烈度要求不高的人，否则怎么可能到了这种地步还不知道男友是否有工作？谈婚论嫁是杨明的渴望，但是女孩谈到了买房子，两人凑了钱还是不够，他就想到了抢银行。抢银行时，他就带了一把刀子进去，而他个子只有1.6米，轻松被银行员工用凳子制服。看到他抢银行时的幼稚行为，我想到一句有些恶毒的话：他的自我都不能为智商腾挪出一块空间来。不过我知道这不关智力的事儿，问题主要是他的人格太脆弱，不能管理自己的渴求与匮乏。这样的故事中，真正的难题是，当有渴望的时候如何满足自己，当有痛苦的时候又如何化解。人格健全的人，他既是体验者，也是观察者和思考者，他能顾及细节，也能看到全局。之所以能做到这2点，是因为他对得到爱有信心，也因而能承受欲求暂时得不到满足的痛苦。然而人格破碎者内心没有承受痛苦的空间，也没有延迟满足的空间，他们很容易饮鸩止渴。写这样的文章会冒着被骂的风险，因为太多人希望将匪夷所思的犯罪者妖魔化，将他们视为与自己绝对不同的恶魔。一方面可以更恨他们，并认为这是极端且少见的个案，与自己的生命无关；另一方面也与自己拉开了距离，似乎自己与他们毫无相同之处。但其实人类所有的故事，如果仔细审视，特别是如果能够深入听他们讲话，就会发现我们都活在共同的人性中。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王小波，一个真正特立独行的人，讨好与人间失格，破碎人格者的凌乱罪行这3个专题。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